最后爆出来就是因为要陪着经纪公司的大佬们去陪酒嘛，就是长得好，长得又好看，会跳，完粉粉嫩嫩的。韩国训练培训的时候，一共有16个人，但16个人还是17个全部出道。出道的意思就是都成为艺人了。那就意思就是自己能挣钱了。对，就是已经那个成名了。成名了是不是自己就赚很多钱了？在韩国呢是比较难的，因为是韩国是公司为主，你比较分的是公司分的比较多，艺人很少。但中国恰恰相反，中国的艺人是赚的很多，公司很少。所以你就回国了？也没有，其实确实就像你说的，我瞎说。其实就像你说的，就是公司来把控你所有的形象，就你想做什么，他不会让你去做的，他会把公司的一些利益、组合的利益来放在前面。但是我更多我还是我想做演员，对，我不大想再去。你说我在30岁，我还是在组合里蹦蹦跳跳嘛？我有我自己的想法，没错，所以选择对的。对，完了我就跟公司的高层也聊过，但是没有用，所以我没办法，那我就回国发展，我去做演员，我去做其他的东西。你不需要你不需要粉丝的吗？需要粉丝啊。但需要粉丝，但肯定说不能说让粉丝的很多的一些东西来绑架你的人生。比较有意思的观点，学术界也一直讨论的，就是说，你要让我们看美国的电影啊，极少有非常漂亮的男的成为一线男演员的。你去数一线男演员啊，基本上长得你看汤姆克鲁斯也是属于偶像，对，汤姆克鲁斯已经算是非常偶像的了，但是他个子也不高，对不对？唯一一个比较漂亮的就是后来他演了一个。什么 Texas 卖药，帮人家医艾滋病的，自己瘦成了鬼一样，才得了一个这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。之前他演靓仔一路都没有。小李也是啊，那欧洲也是。你看法国最大的明星以前是那个大鼻子，那谈不上很好看吧？西班牙最大的明星这个老演反派的，对不对？偏偏就是韩国跟日本，就是出现这个漂亮男生。东亚。哎，小木，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理解？因为我自己儿子经历过，所以当他在 NHK 做完节目以后，他到底是继续跳舞做艺人，还是去读大学去参加工作？这一点我跟他妈妈是完全不同的道理。所以，实际上日本他刚才说他是17个人，17个都有名，对不对？但日本是全民去报名的，从小学开始。但是如果刚才徐老师问的那个问题，100个里面有2、3个人能真正出名，那已经很了不起。但如果是被杰尼斯这种公司找到了你，有30个人里面，那15个人出名，那是肯定的。因为开始条件对，那就不一样，那经纪公司不一样。还有一个就是，现在我们韩少也存在这个问题，对吧？从小鲜肉开始，你怎么样与时俱进的，在持之以恒的保留以前的粉丝，再加新粉丝，你不能老是鲜肉呀，对不对？你要演员，所以日本很多有名的，包括杰尼斯出来的很多会主持，嘴巴讲得溜溜的。学习了很多东西，脑子里面进了很多东西，就是你这样真的会看。所以红白歌星大会全是他们这些演员在主持，不是你是专业的。所以当演员、演电影、演电视剧，当演员，然后50岁还不结婚，就为了粉丝。所以这些他们很努力的。韩庚也是考虑到将来结婚的问题，是吧？我还好，不会太去避讳。我要该结婚我就结婚。你当时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别扭？就是他这个打造你的这个要求，对你所有的要求，你还是选择我就服从，这对我有好处。先是服从了，就是刚开始你得去听他们的话，乖乖的去训练，把你打造以后，但是确实你从来没有做过艺人，突然有那么多的一些粉丝，或者突然有一些那么多的上电视，就会有一些不行，因为你没有生活，你去哪里你都不方便，对，慢慢这些东西你就接受了。我能相信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在韩国那个地方生存，其实跟日本一样的。我倒不是想讲我自己啊，就他作为一个艺人，又不是母语，又不是韩语，对不对？跑到一个国家，在那个环境，所以他不愿意让他妈妈去看，就可想而知。就是你就是本国的一个人，作为一个艺人训练都是很残酷的。韩国也是这样，打人、骂人。日本也会的。不，我听说韩国这个练习生有的还打呢。打。如果我们的以前的一个声乐老师，
那时候我们那个很多人就是站一排，完了就开始唱，如果唱的不好，完撅屁股就是打一屁股，真打。你给打过吗？我也被打过。这个是很厉害的。对，那他男的还好一点，女的你真的成了大人以后，饭局酒局必须去的。我在韩国我就经历过。我带着日本的一流的设计师，是吧？我们跟韩国一流设计师去沟通的时候，那些模特、艺人全来陪的，这是他工作。不是，所以不是前些年韩国有一女艺人什么自杀的，对，最后爆出来就是因为要陪着经纪公司的大佬们去陪酒嘛，是吧？哎，这么说，但还好我们没有经历这些，男的还好，对，男的好一点。其实呢，这也是由来已久，也是传统。中国过去梨园子弟啊，也都是要吃很多皮肉之苦的。但不同的是，梨园子弟最后练出来是，我们看来是真功夫。你成为一个你这个传统里边是一个传承，而偶像呢，它是包装的成分多这个才是不同。人设。你看我以前在学习舞蹈的，对，学习舞蹈的时候也是像薛老师说的是那个梨园的那种，也是打，也打，对。我们在踢腿的时候去练舞蹈踢腿，他拿棍子这样。他而且很理直气壮的，说我为了你好否则你来做什么？不是这个有些行业很特殊，据说这个就是小孩练跳舞他有些时候就得打。比如说什么下叉的时候，对，他就是一屁股去坐你对，老是搬腿，他不那样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样，你对于这种梨园跳芭蕾这种强行的训练，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能够理解。可是你为了做偶像脱手才被打，我这个就觉得这个有点。你像你说这个做偶像，他除了这些跳舞唱歌这些训练之外，你要为了这个做偶像还要有些什么？就很多清规戒律，是不是？很多，就比如说还有就是说话、采访，比如说我们人比较多，谁回答什么问题，谁回答什么问题，你只回答这个问题。这都是分好的，分好的。你当时负责回答什么问题？感情问题。我也忘了说什么。哎呦，真是我觉得我上次在那个 YouTube 上看见一段，他那个当时在那儿，他就说韩语，我就感觉到挺不容易的。他那个组合别的都是韩国孩子，他呢笨吃呵呵的就得学这个话。但是他有一个，他靠这舞蹈把他们给震了。我看你们那节目，就是说，哎，这个什么原来是学中央什么学民族舞的，说你来给我们来，哗，他给他们来个藏族舞，把那帮韩国人看傻了。然后就是说再来个苗族舞，咵打着旋子给他们跳一个，哎，那我看把他们给震了。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东西，还是专业出身吧。但是徐老师，你刚才讲的这个让我觉得也挺有意思，就是说这个东亚呀。他这个偶像工业或者说这个培养的这个小鲜肉是好孩子的形象，你发现没有？这个东西，孝敬父母，这个东西就你要讲深了很有意思。你比方说，在西方好莱坞他有一种形象叫 bad boy， 就坏孩子，坏孩子。你看反叛型的。你要再讲深了，你比如说，你看西方人讲人之初性本恶。对吧？他们就觉得，人是可以有恶的一面的，对吧？但是你看东方的，尤其是你看韩国，就是中国的儒教嘛，这都有关系的。就是说，我们曾经觉得，你要有些人会觉得，说这孩子这么教育出来，都是像被机器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偶像，人的个性产品，对，人的个性在哪里？可是呢，也有另一些人认为，就是说，假如他们作为中学生的偶像的话，那么。某种程度上打造出来这么一批乖孩子，他们懂礼貌，见到长辈很尊重，见到粉丝很友好。你觉得他是非常受约束吧？可是好像从某种社会的角度上说，孩子们有这么一个好孩子或者乖孩子的榜样，他是什么坏事吗？表面是心灵鸡汤，实际上是毒药，因为他们很崇拜这些人的形象。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在八卦杂志在什么地方知道了他们的真实故事，就怕崩塌。其实这个所以呢，那些年轻人，你说学这种偶像长大以后，等他一独立思考的时候，这就表面心灵鸡汤，实际上毒药。其实它还有两面的东西，它也就像薛老师说的，也是毒药，也有可能就是说你打造出来这个艺人，他有影响力。比如说在公益上，你觉得你每年很多的粉丝。
你带领他们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，你每年你看到一些照片啊，或者其实你也是觉得是比较有不等到他长大了，这些粉丝以后长大了，他留下来的是当初自己年少时候的浪漫的情绪，这个是我少年时候的偶像。他不会记得这个偶像曾经怎么孝敬父母啊，做五讲四美啊，宣传什么世界和平啊，这些东西他后来都知道，这些不重要。但是他保留的记忆是他年轻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那么痴迷，把他的画像贴了整个房间，做一些可笑的事情，做一些可笑的事情。还有一条很重要，就这个你刚才讲这个小鲜肉文化哈，虽然它是亚洲的一个特产，中国也受影响嘛，但是它其实随着历史在变化的。我跟你讲最简单的概括哈，在6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，中国的一流的演员啊，很多都是靓仔，就非常漂亮，你能数的哈赵丹啦、孙道临啦、王新刚啦。什么就是这一类啊，就80年代的时候，小鲜肉是唐国强啊。对，但你听我说下去啊，到了80年代啊，这个形象就被抛弃了。那个时候，整个一个这个审美的潮流啊，就是反这种奶油小生。对，高仓健出来了。对了，就是这个日本演员高仓健。所以在80年代，他就要生得好。你要是现在你这个长相，你在80年代的时候，你看唐国强就演了个小花，后来还得转型。那个时候你看，就姜文他们才是吃香的。整个80年代的明星里边，就按今天标准讲的小鲜肉，屈指可数。整个社会崇拜的这种我们讲学海明威胸口贴假毛的那种，贴胸毛就是要扮酷，就那个整个80年代这样。但是转到了新世纪以后，小鲜肉重新吃香了。90年代就是偶像了。对，就是偶像出来了，就是文化工业商品化，主旋律退下去了。但我不太知道，你像韩国他做的这种这个男孩子的这个偶像啊，他强调不强调所谓传统上讲的男性气质？男子汉气，这恰恰相反，他们很多都是花美男。对，这东西真是有时候也令我叹为观止。我呢，就是我第一次见着这个啊，就是在一个这个国内的一个机场，我到今天也弄不清那是哪个明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一进机场，我说，哎，这是出现什么事件了哈？半个机场大厅都是这个女孩子。全大的全没见到几个男孩子，我那得多少人呢？我也不知道几百上千呢，半个机场大厅，然后说等谁呢？等他们的一个偶像。后来呢，正好这个偶像跟我坐同一个航班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从头到尾不知道这是哪个偶像呢？哗来了一波人，哎，这个人呢这儿戴着黑口罩、墨镜，戴着头，你完全看不见他呀，我不知道他是谁。然后就在那儿 check in 办这个登机手续。哎，我发现他们自有他们的这个玩法，但是哎，女孩子们也很有秩序，也没有说上去怎么着，就哈哈哈哈就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好像是有一个代表，这个代表呢牵了一根恨不能有100米长的红绳。就是这些女孩子也没有破坏机场秩序啊，一头拉在这些女孩子方阵的这手里，一头呢，他可能就跟他的经纪人有这种接洽，然后就说哎安排好，然后这个偶像呢就把这绳抓住，我说这叫一线牵了，你知道吗？抓这100米，还有这叫红丝线，他就抓着，最后呢，他也很酷的啊，这招个手就进去了。进去了，那绳不能再牵着了，人家机场那个安检也不让，对吧？然后呢，飞机飞上去，绳一撒手，这女孩子开始唱起来了，不是唱什么呢？就是千年等一回，等你回来呀，就那意思就是说，等你唱这么难听，不当然是我了。哎，这飞机他就坐我后边，你知道吗？我说这是谁这么火呀？谁？我不知道啊，就蒙着脸呢，就是对，这有多大成分是经纪公司策划的？他刚才讲的这个里面，还是完全自发的？就是我觉得像是就是热情。哎，你当年碰到的粉丝能到什么规模？我估计不会小于这吧。也差不多也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一出机场真的很难出机场。那个时候呢，你开演唱会的时候，那个粉丝们会比如说把票全买断，还是会怎么样？很难买，因为我15年的时候我去开一个演唱会，我是免票的。
我想做一个不一样的演唱会，反正大家就站着把它做成一个 party 那种的演唱会，但是他们是免票的，只能有限的，有1000人，只能有1000人进，其他人进不了。但是那个票呢，他们就会去炒到1万多、3万多都有。我天哪！但是有没有碰见那种不理智的？也有。哎，我上次碰见一个，不是我碰见你，我听你说，一个是上来强摸你的，还是怎么着？有强摸的也有，但是一般都是没关系的，女的亲男的就没啥关系。你不知道最心酸的，你还是老艺术家。你知道有一次我到长沙，我跟正好跟一个老艺术家是吧，表演艺术家同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一出去呢，咵2排他的人，老艺术家脸上还有点羞红，还得羞红，说你看看他们都知道了。结果我陪着他一起走过去，没有人有反应，原来是等着我们后头的那个老艺术家心酸呐，然后发表了一通对社会现在的感慨。但你说现在这个粉丝文化，这真的是从日本来传过来，从日本完到韩国到中国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叫粉丝文化，还有一个粉丝俱乐部，还有专门有粉头来去管理这些粉丝，怎么去给艺人去什么应援呐，或者等等。他这是为了日本的，其实他们这样做是制造，就是为了商业。对，其实也是一种经济活跃经济的一种方式。因为年轻人你不能老让他在家，让他去消费，所以你就买票。就买他的书，买他的那个小心，就是周边的品一些东西，那碟啊，或者是照片集，这些包括他的每一次，他们可以在夏威夷搞一个活动 ，SMAP 就是木村特哉，全部的几千人跑到那边去坐飞机，你说这航空公司就挣钱了，这就是粉丝的一个经济。所以日本在专门研究这个，所以这么几十年来，特别是近代社会以来，对吧？男的有男的组合，女的和女的组合，不断的有新的出来，它就是一种经济。你比如我们那个时候教育的是崇拜科学家，是吧？崇拜太空人。整体润。哎，你粉过谁啊？你小的时候？我小时候还真没有过。那环境不一样。你没有特别想当的那个谁吗？或者看到谁，你觉得哎呀，我好想成为他？以前我是想当军人，啊，你父亲就是军人。对，以前我很想当军人，到现在就是没有像以前的那么，那样的想法。对，有英雄主义的东西吗？有一点，就因为我爸爸是军人嘛，完了我爷爷也是军人。哦，所以你就到韩国接受了军事化的训练。就是你说这个，比如说像这种粉丝啊，我就是说啊，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粉的啊。那么如果说这个偶像是个正能量的，他导人向善，然后另一方面呢，他倡导咱们理性追星，那这个共谋怎么样呢？对。我这次在来这里录节目之前，我在我的那个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消息，我有一个四川的一个是我的一个读者啊，他让我转告给文涛先生，他说他已经看了你10几年的节目，他就是你的粉丝，你说你这个怎么理解？你不是偶像？我当然不是了，你当然是偶像，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偶像。你是文化型的偶像，偶像不，我觉得不一定就是少男少女、小鲜肉才是偶像，很多种类型的，那你就是偶像嘛。行，一样的。我会带着红绳去四川。OK， 哎，但是我特别感兴趣的，毕竟就你算过来人，你经历过那么一个就所谓叫小鲜肉也好，还是说青春偶像也好，那个阶段。真的就是像咱们一开头说的问题，你作为过来人，你有什么体会？人家还没过呢，人家还是偶像呢，你老提醒人家过来人。不是你觉得你现在触人心弦，还能叫小鲜肉吗？现在已经不是算小鲜肉，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新人，真的年龄很小，长得又好看。但是他刚才说了嘛，你要称他小鲜肉，他还是开心的，很开心。可以啊，我也觉得可以。难道人家要叫你小鲜肉，你也开心？当然了，你叫我腊肉我都开心了，至少还能吃啊。再老点就成肉干了。不是，就是说，一个人啊，我觉得一辈子经历过这么一段时期啊，也是万人当中没有第二个的这种境遇啊。你觉得人生中有这么一段经历，它给你会带来什么呢？是带来心理不正常了，还是带来什么了？我觉得会带来一些
确实跟普通人是生活上会有一些区别，但你在生活的那个有一些，我是比较嫌麻烦的一个人，就比如说去接机啊，人太多了，我是不大喜欢的。对，我还是希望说，哎，你别过来接我，还是那个别过来那个去接机，因为你拍照片会影响到其他的客人，我是有点怪。英文的说法是 enjoy it, but don't get used to。对，我也想有一个很正常人去逛街啊，去吃饭啊，或者正常人的一个，但是你没办法，你要去有一些代价去。你可以享受，但不要习惯。比如说，我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，就是刚刚出道的时候，一直是很火呀，或者很。全球都在跳这个舞蹈啊，那时候我就觉得，我的心里变化，我觉得，哎呀，我是一个明星啊，就是很多东西会把它，怎么说，就是很高傲，对，它是那样的一个心理状态。人会变得得意忘形吗？得意忘形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，但后期呢，你就觉得会慢慢把它去看得很淡，就我要知道我要做些什么了，就会把这些东西呢，重新再审视自己。但是你就说你会不会就说像这个仙不仙呢？那对啊，那你经过了那个阶段，但是不断的又有新的小鲜肉出来的时候，你心里会受伤吗？不一样，我觉得是不一样。我觉得你重新出来一个小鲜肉，也是很好，因为你有不同的一些新人出现，你才能说把这个东西能做。鲜肉行业一直持续发展。对啊，你不可能承受能力应该有的。对，你不可能你一直都是在那个地方，而且主要是还是可以转型。对，所以咱们的鲜肉真是成熟了，能站在整个行业的高度来关心他的健康发展，是吧？光靠我一个鲜肉是不行的。但是你看，我们公司也是在继续培养鲜肉嘛。对，你这找到根儿上去了。对，将来他现在学生都带着对他的崇拜进他的学校。他叫什么呢？就现在还有一个新词儿叫斜杠艺人。斜杠，他是这演员、这个歌手、偶像、赛车手、老板，他是就是厨师，好像还有，就是他是多方面的这种发展，所以我就很感兴趣，就是说咱们这辈子是没机会了，对吧？就是说像你这个当这种偶像啊，你有机会，你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这个注目的中心的这个时候，这人怎么能冷静下来？就真的会觉得自己啊。异于常人了吗？我觉得会有一些，瓶颈期。那种瓶颈期会审视自己，因为我的朋友啊，身边的朋友就觉得跟我聊过一次天，就是之前我很膨胀的时候，就我朋友说，韩庚，我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就是你跟我们越来越远了，我们说话或者是怎么是。感觉不是一类人了，就让我很讨厌。我的朋友这么跟我说的那当时我就觉得是好朋友，对，真有啊，这是。就当时我就觉得我是会有一些问题，那我重新再去审视，跟他们去重新再去一个以前的方式来去接触，我觉得很开心，很轻松，很多东西也放出去，我觉得会让自己更开心，你就知道更明白你自己要什么。你们做这些很好的积极的心理调整，这是非常可贵。但是客观来说其实人呐。是很难下来的，人到了一个什么程度，对，他就一直会记得这个程度。就是说将来你发展了或者是变化了怎么样，总而言之你会记得这个程度。其实人是很难往下走的。对，我就是想问他这个，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很难的。这人呐，真的是你曾经被捧到那么高啊，的万千人这个敬仰，那会不会实际上会变得就？一方面是可能很骄傲，对吧？但是另一方面呢，会不会变得就缺乏安全感？就是我那段时间真的是极其没有安全感。我就觉得说，如果我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去生活的话，万一有一天我不出名了怎么办？但是没关系，房子还在。所以我那时候我一有钱我就买房子，一有钱就买房子。所以到后面呢，我的一个方向和想法，还有一些梦想就变了，就是变到说，我以前在韩国学了那么多的一些学了那么多东西，包括培训的一些很多的一些系统，怎么去培训，怎么去整个流程，我是太清楚了。所以我就换了一个方向之后，我就想去把这个东西复制到中国来，再去培养中国的一些艺人。但这样的话，我就忽然觉得有事做，我有安全感，有另一个梦想。偶像跟演员呢，很多地方其实是相似的，比方刚才像怎么走红啊，怎么被人取代啊，怎么训练。但有一个
区别是什么呢？演员呢，如果你是真正的演员呢，他其实心中会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演员，自己跟这个中间还有多少距离，以及自己一生怎么来追求。偶像呢，很难有这么一个标杆的。偶像的，当然你也可以说我的粉丝100万，他的粉丝1000万，但是你心里都知道，这1000万不代表比我100万好10倍。对不对？所以偶像这个东西，它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，所以人心就不定啊。你一生的奋斗目标，你不像你唱京戏的，比方说我学梅兰芳，那我和梅兰芳在那里，我就慢慢的学了。偶像不一样啊，所以这个偶像这个东西非常容易上去，但是也非常很不稳。因为我之前我也说，我说我不想做一个很高的一个这么粗的一个小树，我可以做一个很矮的这么粗的一个木桩。我觉得这个更扎实，让我更有安全感。所以你别看他比我年轻，我在他身上学了这一招。你比如说，你像我可能也会担心啊，比如说做主持人，对吧？哎，那总有一天人家不喜欢看我主持节目了，那个时候怎么办？不安全了吧？安全是什么？要把自己的道啊拓得更宽。我呀。培养主持人，你们在你火的主持人，我培养出来，不是吧？到主持人学校，把有限的对收徒弟，对，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。我听说啊，这个是从日本那个传过来的，他们是政府呢是提倡让很多人去生育啊。就是说，很多人是不想结婚，不想养孩子，人口不增长。对，完他就出了这款游戏，说让你呢。就说你能坚持玩半个月，还玩多长时间？完了政府就找你谈话。其实你有这个心，你有这个可以去。哎，你这个解得好。其实你有这个心，你有这个想法去养孩子，就政府就来提倡你结婚生个孩子。这个挺有效果的。就我身边有好多比较年轻一些的女孩子嘛，就单身的，她们也都在玩。就有个女孩子跟我讲，她原来跟她男朋友就是两人说好都不要孩子的。哎，最近开始玩这个了，然后她男朋友就看着她不对呀，说你以后是不是想要小孩了？看她那种满脸母爱，成天玩这个东西，哎，就为这个事儿两个人就开始争，因为男生是特别喜欢玩那种对抗性游戏嘛。之后那个男朋友说，以后我不杀人了，每天你也不信仰我了，就确实能把母性这个东西呼唤出来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我还一看呢，我就觉得这一定是日本人弄出来的东西，它就简单。其实呢，你控制不了它。你看这个你养的那个儿子，那青蛙现在不在家吧？旅游去了，旅游去了。他什么时候回来你也不知道。这好多时候就不在，你就看着人去楼空，然后呢，偶尔就回来了，可能在这看书。你说玩什么？就在这看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哎，韩庚，我玩这个就都可以跟日本政府生孩子了，真的。我就发现，你别看我是一男的，我能进入到有种凄凉的，就是有点那种感觉，就是你看啊，就像是。这个孩子出去远游，对，你要给他说，你天天看着，哎，今天的妈妈那就是这样啊，一次次回到孩子的卧室，孩子不知道在哪里，在外面工作，在外面什么，然后妈妈就看着这个，然后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回来。但有时候这青蛙呢，给你发个明信片，告诉你，哎，我交了个小老鼠做朋友啊，或者什么的，哎，它就是这么一种东西，很有爱心的一个。但我跟他们说，我说还是不一样。因为你这里面差了一个什么东西呢？你真的一小孩，你要有接受换尿片的这种真的接触，就是有没有屎尿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。他这个，因为我自己没有养过宠物，我只养过一样东西，就是金鱼。就是金鱼的感情关系跟这个差不多，因为你隔着一个鱼缸嘛，你基本上是不像养猫养狗，你有接触，你基本上是看看，换个水就算了。这个就是一种金鱼缸式的那种感情。徐老师现在这就剩下父爱了哈。徐老师你不也是吗？女儿在美国，什么时候看你也很难说。我最近还做梦做到她，还是真的，就是坐在自行车上，因为小孩坐在自行车上，后来我就给他发一个，我说我刚才做梦做到你是变得很小了，坐在我的自行车上，他就回我一个星星。就感到很开心了，那就是怎么办呢？你这跟养蛙也没什么两样。但是我突然给你发个说，我交男朋友了，那突然一个我去哪儿了，这跟这差不多。没错，我跟你说，我爆一个徐老师的料啊。徐老师曾经给我讲过一次，他说你知道做父亲的最心酸的一幕是什么吗？就是比如说女儿在外国上学啊，有一天呢夜里给他打电话。
那边一拿电话，喂 ，hello， 男人的是个男人的声音，父亲就崩溃了。但是我是说，这韩庚人家养娃，韩庚晒妈。所以对，所以我没孩子，他晒妈，我给你看看，就是韩庚的这个叫晒妈狂魔呀，我觉得真是超出一般。你看这几个截图你就知道，你看，哎，这是姐姐范儿的吧？这妈的很秀美啊，怪不得能生出这儿子。而且你再看下边，他度假带他妈玩这种，这叫什么运动？跳伞。你妈敢跳伞呐？因为我去新西兰正好拍戏。我说我想去新西兰跳伞，因为我之前我在夏威夷跳的。我说老妈，你要不要尝试一下？我说没事儿，就跟蹦极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你能感受你就像飞一样。完了他犹豫半天，他说好吧，尝试一下吧，就跟我去跳伞了。哎呦，那你这妈算辣妈，很厉害的，挺厉害的。你再看下边，你瞧瞧。哎，你妈妈跟你很像，就你是比较像妈妈。我跟我妈妈也很像。次序。哎，你再看。这就有名了，这饺子让人有食欲吧？哎，一看就是这是家里的东北范儿。对。他当年到这个韩国受训嘛，稍微挣点钱就要给他妈开一个饺子店，这是韩庚有名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我是08年吧回来之后，专门有一个组合针对中国市场。那之后我妈妈呢，以前是在老家，完了之后就特别想看我，她就搬到北京来了。那时候经济条件也不好，完了妈妈呢住的特别小的一个平房里面，完了我每次回到北京呢，她就给我包饺子吃啊，就是人家说儿子想吃什么，我说那就包饺子吧，也方便快，行，那每次给我包饺子。完了但是她也没有工作，没有一些经济来源，她说要去做家政吧，我说老妈你就别做家政，你这更累，你干嘛要去做这个事儿呢？我说你包饺子也挺好吃的，咱们找一个小的门脸儿。咱们做开个饺子馆，这样的话你也能忙到，完了也有一些收入，就这样，我把我的一些积蓄呢给他开一个饺子馆，就这样的，就真的就开了，真的就开了。哎呦，但是怎么听说后来有关了？因为我感觉，因为妈妈呢是特别要强的一个人，她不想给我太多的一些负担，完了她就努力的去把这个店给弄好，完了有很多的一些粉丝呢也来吃，完了很多我妈妈呢没事来再送你一盘，多吃一点，主要是粉丝太多，很多。完了他呢每次呢我觉得也太累了，他又开了2家店，一共3家店，完了整个的脸皮肤对开连锁店了，完了之后皮肤也不好，整个的状态呢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很开心。我说老妈这样吧，那时候我的经济条件也慢慢好一点了，我说你把它全关了吧。咱们就找个机会啊，说跟别人一起合作做速冻饺子，完了做包装进超市，这样的话你也会轻松一点。他说行，就所有全关了。所以现在主要以打麻将为生是吧？我说你多去享受一下生活，你该去旅游旅游，该去玩玩，该想打麻将打麻将，该去跟朋友喝酒喝酒，是这样的。你们可以创造一种把饺子跟粉丝一起煮，粉饺。不是，我觉得你妈妈应该现在为你感到特别的自豪，是不是？你这些年在外头跑，她都尽可能的就跟你在一起，待在一起这样子。有时候她就很怕去影响我的工作，完了有时候我会出国，会在国外去拍戏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她带着。让他带他去玩一玩，我拍戏忙了，他就自己去玩，特别好。你讲。我觉得好像我自己的感觉，因为我有女儿也有儿子嘛，虽然还比较小，我觉得妈妈跟女儿的关系是那种物理连接，就是女儿也老想跟我在一起，她要那个睡觉，她就得抓着我一只手，得盖着她。但儿子跟妈有点化学反应。就是我儿子要抱着我，我觉得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不知道，过去心理学上不有个词儿叫恋母情节吗？哎，你觉得你有这情节吗？其实我没有这个，老想着杀掉老爸之类的。杀掉老爸，其实我弗洛伊德的理论就是这个嘛，潜意识嘛，潜意识。其实我跟我妈妈的沟通啊，其实还挺特别的。我从来不跟她去撒娇，也没有真的好好的去拥抱过她。因为我感觉就是跟他就是，心理上是很爱我妈妈的，但是很多行动上我是很难去表达的，就包括之前我跟我妈妈的沟通，其实也很少，几乎是没有。就近几年呢，我是跟我妈妈有很多的一些沟通，
因为我觉得妈妈年纪越来越大以后呢，她需要有一个人的陪伴，甚至说需要有一些时间呢跟她去聊天，她还想知道我的所有的一些事情，所以最近呢，这几年我一直在跟她沟通。去聊天，这个我就觉得，你看他这是东北小爷们儿哈，我也是这个北方人。我现在想起来，你看这个我妈妈现在已经重病了哈，但我现在想起来呢，就是我们呢不太会跟父母表达感情。你比如我现在想起我妈呢，我就对她的印象就是什么呢？怕花钱，能吃苦。就这个，就是他好像是，从小你就会感觉啊，他多少这个特别辛苦的这个事情啊，他好像都特别能扛。而我们呢，平常就是没有那个意识，说跟妈妈这个抱一下。我们中国人都没有这种身体接触的表达。但是呢，我幸好呢，一直到我40几岁的时候，我开始慢慢明白这个事儿了。我就没羞没臊，每次回家呀，我就抱着我妈妈就亲呐，我就亲抱，哎。反正我现在想起来，他很喜欢。他其实他不好意思，但是其实特别高兴的，真的这种身体的这种。我尝试过一次，我说我抱了妈，说老妈我爱你。完之后我觉得哎呀我好别扭，但其实我妈妈呢也挺尴尬的，但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，但她心里是开心的。哎，一回生二回熟，见人就忘。没错没错。对对对对。徐老师呢？你有距离吗？其实这个讲过嘛，我母亲这个葬礼以后，当时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她去世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已经很久没碰到她身体了。就她直到她去世那个时候，我才想起来，我就不记得我什么时候抱过她身体。我是直到她就是最后临终的时候才去碰她的身体，把她抬上什么地方。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了。我在这之前，我已经从来都我当然考虑很多花钱的这个装修啊，什么经济各种各样的问题啊，都帮他想很多，但是就没有一个感觉会去，这个是的确值得后悔的一件事情。哎，韩哥，你觉得？其实我觉得他跟他妈妈也是够苦大仇深的，就原来太苦了。我觉得后来你去韩国，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在这个国内混的时候啊。是不是混得特别惨？因为我在应该是96年我上的中央民族大学嘛，那时候家里的条件并没有那么好，你交完学费啊，或者交完其实是比较困难的，所以我妈妈就来到深圳来打工。但是那个时候你需要一些每个月的生活费啊、学费啊，就我没有能力去赚钱，只有妈妈去帮我去赚一些生活费啊等等，就来到深圳。白天呢，他就做一些早点，卖早点，那个一大早就这样打工，完了就给我赚一些这个生活费。对，你讲讲你这个艰苦奋斗史很好，很多人都觉得你是个王子，对不对？但其实你有这么一个家庭，这么一个艰苦的一个过程。所以我跟我妈妈那个时候，我跟我妈妈也说，我说，等我毕业了，我不会向家里要1分钱。因为我毕业了，我可以有能力去赚钱。你就一个你就一个人，对。所以我毕业以后呢，我就自己在北漂，完了我要过一次钱500块钱买被子，实在是没钱了。哎呦，你说这个人生的起伏之大啊！对呀，你这个对。而且现在呢，哎，我不知道。现在你看社会上一般有一个大家的习惯认识，觉得比如说是父母离异的孩子就特别可怜，甚至就觉得就说是性格呀发展会什么不健康。你对这事儿怎么看？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看孩子本身嘛，他不一定说是不健，肯定会有一些影响。但是你本身的话，你要对自己你得有一个规划，或者心理上有给自己的一个调整。其实你要说哈。